黑衣男脸色骤变，突然伸手去抢于凡手里的碗，于凡早有防备，侧身躲开。于凡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手里的瓷碗仿佛变成了烫手山芋。他盯着碗底的款制，越看越觉得唐庄男说的有道理，心里又气又悔，恨不得当场把碗扔了。疑窦什么？就在于凡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外传来，人群让开一条缝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他接过唐庄男手里的碗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放大镜。唐建业，你玩了10几年古玩，怎么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？你说这缺口是砂轮磨的，那你看看缺口内侧的釉色，老瓷经过岁月侵蚀，缺口处的釉会比其他地方略深，这是土沁，仿品怎么仿得出来？还有这里，你只看釉色发色，却没注意这釉下藏着橘皮纹宣德青花的典型特征。仿品为了追求光滑，根本做不出这种自然形成的纹理。至于款制，你再仔细看，德字中间的横画，真正的宣德款德字少一横，这碗上的款制刚好符合，只是被泥垢遮住了一部分，你根本没清理干净就下结论。不可能，这釉色明明就是化学泡的，我之前见过一模一样的仿品。那是你见识浅，这碗是宣德青花民窑精品，虽然有残次，但釉色纯正，纹饰流畅，尤其是碗内壁藏着的暗纹，得打光才能看清，这是民窑里少见的精品，市场价至少5万。周围的人惊呼起来，唐庄男急了，伸手就要去抢白老手里碗。你胡说，这碗明明是仿品，我要拿去鉴定。白老一把按住他的手，鉴定就鉴定，我要让你心服口服。各位老板，你们别吵了！一声粗吼打断了三方争执。这碗你们是不是漏看了什么东西？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没拿出来。众人目光齐看向小贩手里巴掌大的桐木盒，盒身刻着细密的缠枝莲纹，已经有些褪色。这碗是我从郊区老宅收的，当时和这盒子放一块，我嫌占地方没拿出来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垫着泛黄的棉纸。你们看看，这盒子是不是和那碗很相配？白老接过木盒，手指抚过盒内的凹槽，刚好能卡住劣质残碗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指着盒底内侧：“你们看这儿！”众人凑上前，只见盒底用朱砂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宣德7年，凤春监制，民窑珍品。”宫春，唐建业失声惊呼：“那可是明代制瓷名家，他监制的民窑瓷比普通官窑还罕见。”于凡脑子顿时嗡嗡作响，原本以为只是5万块的漏，没想到还藏着名家监制的来头。我哪懂这些？早知道这盒子这么重要，当初就一起给你了。唐建业脸色更难看了。就算有盒子，也得再鉴定，说不定盒子也是仿的。好啊，现在就去市文物鉴定中心，我倒要让你心服口服。三人刚要走出市场，身后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几位请留步。突然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追了上来，手里捏着一叠现金。小伙子，这碗我出10万，卖给我怎么样？于凡愣住了，下意识摇头。抱歉，我想先鉴定清楚再说。唐老板，您不是说这是仿品吗？不如我再加2万，您帮我拿下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帮你买呢？这位朋友，古玩交易讲究一个愿打愿挨，想买强卖可不行。黑衣男脸色骤变，突然伸手去抢于凡手里的碗。于凡早有防备，侧身躲开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白老趁机按住黑衣男的手腕。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，就不怕被抓？这碗是我家丢的传家宝，你们凭什么拿着？你胡说，这碗是我从李家老宅收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黑衣男眼神闪烁，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狠狠甩开手，恶狠狠地瞪了于凡一眼，转身溜走了。